皆さん、モコリマカ，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刚刚出道的新人歌手吉田社长。我是吉天社长 Japan TV 的小助手咪咪，请多多指教。社长，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呢？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的主题是开箱行李箱。行李箱，没错，好隐私哦。哇，说的是哦。这是我们频道第一次开箱个人物品，但是说到出差旅行，社长应该是专家吧？算是专家吧，我是至少每个月都会到日本各地跑来跑去、飞来飞去吧。一年当中大概80到90次搭乘飞机。一年之中80到90次。哇，太厉害了！对跟社长比，我还差得远。我一年大概飞可能10趟左右而已。那么少吗？其实蛮少的，因为比较多都是搭新干线。啊，是的。对，可是呢，新干线也是会带行李，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行李箱里面到底都装些什么。社长准备好要公开你的私物了吗 ？OK。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第一个必备物品。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第一个物品，这是名片夹，没事的。不，我也有。社长，这个身为日本的商务人士，名片夹非常重要吧？绝对不能忘记带。对不起，我还是有忘记带的时候。很特别的是，我里面有3种名片，第一个是公司一般的名片，另外一个就是国际历酒师，2、3年前拿到国际历酒师的制作吧，是历酒师的，好帅哦！然后最后一张就是我们新开店家小料理集钱的名片。社长真的很忙哎，社长在选购名片夹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通常有带3个名片夹哦，因为突然需要跟那个客户打招呼的那个交换名片的时候，搞不清楚到底包包里面到哪里到底有名片夹，所以有时候那个包包的右侧角到左侧，然后中间总共有3个名片夹。万无一失，绝对不能忘记带。那社长为什么会选橘色的名片夹？有什么讲究吗？因为那个包包里面黑一把，比较显眼的颜色比较好，所以橘色最显眼。我懂，因为我也是这个原因挑了红色的，因为我很常忘东忘西，然后我怕忘记带，找不到，所以想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すいません。所以后来想说买一个亮一点的颜色比较好找。那社长，你觉得名片夹挑太亮的颜色，会不会客户觉得，这个人很稀花哦？稀花就是太没搭姿。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有的人可能在乎那些事情吧，但是年轻人的话，什么颜色都 OK， 没问题。所以社长没有这方面的礼数上的讲究。不在意。第二个呢，我自己个人出差一定会带的东西就是这个雨伞。社长会带吗？我不会带，到 7-Eleven 买是不是雨伞就好？啊，可是 7-Eleven 只有卖长的、直的那种，没有这种可以防 UV 的。有讲究。没错，因为防晒非常的重要，一白遮三丑，晒黑就没办法上镜了吧？你为了防晒拿什么雨伞吗？对，我特地买的这个呢，它写说是抗 UV 100%的，所以呢，出门如果太阳太大，我就会撑这一支雨伞。再加上如果晒到紫外线的话，皮肤很容易有状况，所以呢一定必备。然后虽然我觉得日本的天气预报已经蛮准确的，对啊，可是偶尔还是会有突然下雨的时候吧。可以到 7-Eleven 买雨伞就好。这个品牌呢是 WPC， 应该社长也知道吧？日本很有名的雨伞品牌，那他们家有出非常多这种很轻量又小型、好携带的这种雨伞。然后这一支呢是我在高岛屋买的，我觉得超级好用，因为它真的非常的小，然后颜色也很漂亮。那大家如果有想要买雨伞的话呢，其实日本有很多杂货店也都可以买得到，或者像是高岛屋啊这类的百货公司，对，也都可以买到，大家可以找找看，都有很多很漂亮的款式。妹妹，你真的注重防晒，对这种
保养皮肤，看得有讲究哎。没有，社长也很会保养，社长应该也都会带很多化妆品、保养品类的出门吧？我也是，我都会带我自己爱用的洗面乳，然后化妆水等等的。除此之外呢，我的行李箱里面还会放这个Pears 的痘痘药，因为有的时候出差啊，难免会作息不正常嘛，或是有的时候气候不适应，比如说到北海道突然很冷，或是到冲绳突然太热，再加上有时候农米卡又会喝很多酒，吃很多炸物，我突然有痘痘的状况，就可以使用这个 Pears 的痘痘药。那这一款呢 Pear Acne Cream W 的这个痘痘药呢，它有消炎跟杀菌的成分，而且它的膏体是呈现乳白色 cream 状的，但是呢，它涂出来等它稍微微干了之后，就会变成透明的，在化妆前使用也没问题，因为它不会有那种很白色、很显眼的那种效果。那如果真的不幸在外出的时候长痘痘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一款，在睡前、妆前或是醒来的时候薄擦一层就可以了。那紧接着呢，我第二个物品就是这个化妆包、随身包。哦，怎么那么大一包啊？社长，你也是带很多东西出门呢。里面到底有什么呢？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物品就是这个太阳眼镜。不是，这是室内眼镜。哦，哎，很少看到社长戴眼镜。有戴隐形眼镜的啊。回到旅馆、饭店就有换成这个室内眼镜。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戴隐形眼镜的？从高中时代到现在一直在戴隐形眼镜。哦，所以回到饭店就有换成这个眼镜。所以我每一次到宿舍的时候，喝酒喝到深夜吧，这样的状态，回到饭店，麻烦这把这个隐形眼镜拿掉，然后换成眼镜模式，让我睡觉。就这样。睡觉还需要戴眼镜吗？社长，我发现我们真的很爱漂亮哎，因为我们带的东西都是跟打理外在有关的。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也是超级大一个。我其实每次出差跟旅游的时候都会带自己的吹风机。吹风机怎么可能？真的，房间里一定有他们的吹风机嘛？为什么你要带自己的？因为我觉得饭店的每次都不一样嘛，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可能用不习惯，就会很困扰。风量不够的意思吗？对，有的时候风量不够，或是它没有那种我想要的有冷风、热风的功能的时候，就会非常困扰。所以我自己一定都会自备一组吹风机。那我的吹风机呢？我其实平常在用的有2种，这个是我出差专用的，它是 Must Hair 专用的。这个是 Must Hair 的 MHD 1245K，这一台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可以折叠，所以我觉得整体算是蛮轻便的吧，就是还算好携带，而且不要看它这么小只，它风量超大，我真的可以试吹给大家看。然后自己在家用的呢，就是我之前很开心买了 Dyson 的 Airwrap， 那支也超级好用，塞的好，很轻啦。很轻很轻。除了这个吹风机以外呢，我还有搭配一个一定必备的，就是我的这个大梳子。没有这个大梳子，我真的会焦虑到疯掉。那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这种大梳子啊，梳起来不会打结，因为我不会特地带自己的洗发精出门。可是有时候旅馆的洗发精很干涩，然后一洗完头发就全部结在一起，那我就会用这个梳子把它梳开，然后再搭配这个吹风机，这样子就可以确保我的头发是一个还可以看的状态。你好专业，不愧是网红。真的没有，哪有社长专业？社长比较爱漂亮吧。而且这个梳子呢，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这种有一点点微微气垫的，然后呢，常常出差或者是搭飞机、搭新干线坐很久嘛，肩颈跟头皮都会很僵硬，所以我就会用这种梳子，就是微微的这样子按摩头皮，我觉得超级有放松的效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疗愈的仪式。真的在新干线里面在山里做这种事情？不会啦，带着然后在旅馆里面睡前保养的小仪式。我的吹风机套组。下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物品也是跟头发相关的。社长是不是觉得我带很多给西出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呢是头发用的电棒离子夹。没错，我超爱这个牌子的，是 Salonia， 应该大家也都有听过吧？非常红的一个发品的品牌。然后呢，这一支是我最近新买的，2024最得意的消费之一。
真的，因为我之前呢是用 Salonia 他们家比较平价一点点的版本，就是 mini 款。mini 款虽然比较小只，比较好携带，但是呢，我总觉得它好像有的时候不够热啊，温度不稳定啊，或者是夹起来没有那么顺手。直到我最近终于砸重本买了这个他们的高阶款 Smooth Shine， 这次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用，因为它夹起来呢，感觉很不伤发质，所以呢，头发都会变得非常的柔顺。然后再来就是呢，我很喜欢它的这一个开关的设计因为离子夹不是都会这样开的嘛，那要把它收起来的时候，转紧的地方就在这个下面。我觉得这个设计很聪明不会占位置以外呢，有一些开关的卡榫是放在这个中间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夹一夹就夹到头发然后头发就会卡在那个开关上所以我觉得它设计在这边我非常喜欢然后呢，它的温度也可以调整得很细，它是5度调的。对，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不同来选择自己适合的温度。我真的超级推荐这一支。这一支是旅游专用吗？所以家里也有另外一支吗？对，家里也有另外一支。万一忘记带的话，我会非常的困扰，因为刘海跟这个发尾一定要用这个夹的吧，不然不能出门呢。我连去便利商店都要夹头发。然后呢，这一支我觉得很推荐的是，我在买的时候它就有多附一个这个防热套，它里面其实就是有一点像铝箔这种材质，所以它有防热的效果。因为离子夹都很高温嘛，有的时候可能160、180度。对，这么高温，然后有的时候出门很赶，急急忙忙夹完之后，就要拿行李箱移动到下一个地方了，我就赶快收一收，然后把它这样放在里面，就不会烧到我其他的物品。再加上我从台湾的39元的商店买来的这个松松的发夹，我就会把刘海这样夹起来，然后一层一层的分层夹，推荐大家。接下来社长要帮我介绍什么呢？那在此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化妆品里面到底有什么物品呢？真的好大哦，社长根本也不输我。这个化妆包的优点就是可以直接挂在这个房间浴室墙上，方便呢，方便。还有里面当然有牙刷、牙膏、牙线。对，社长很爱用牙线，我觉得很值得尊敬。这里也是的是我的发蜡，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发蜡，因为商品容量太大吧，所以我在家里分开装，这样比较好携带。社长聪明哎，是，社长还带指甲刀出门呢，真的假的？社长为什么会想要带指甲刀出门？だっているでしょ。いますか？いりますよ。なんでいるでしょ。いる同じでしょだって。ひげ爪。爪は自分で切らないです。そういうこと。那社长大概几天会剪一次指甲？每天都会剪吗？いや、1个礼拜1次吧。所以到国外住在的话，有的时候会到台北或者是越南、泰国的，在2-3个礼拜，那一定要需要这种。长期出差的话，一定要使用。我觉得日本男生有一个很赞的优点，就是指甲真的修得很干净，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尊敬，跟大家学习。台湾男生的指甲没有那么干净。有啦。我还会带常备药。一定要带的。是因为我每一天跟客户一直喝酒吧，所以肠胃这个味有时候还很不舒服。社长辛苦了，不可缺货的。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说到常备药，社长通常都会准备什么样子的药品？常备药果然还是胃肠药吧，是这样。布拉多剂这个药的特色就是在日本当地研发还有在全世界使用的斯库拉尔法都有这种成分，就像 OK1 一样，会直接附着在胃黏膜，会有保护修复的作用。这款药就是液态一体的，所以不用水，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哇，这种液体状的我第一次看到我当社长已经12年了。其实我昨天从熊本飞回来，这个当地也有很多应酬宴会，每一天跟客户喝酒喝到深夜，是肠胃这个部分不舒服，生活也很不规则，心里也有压力。那时候可以吃这款药，
胃痛、胃酸逆流、火烧心都可以服用这一款。那社长除了刚刚介绍的肠胃药以外，还会带其他的药品。好，紧接着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Stop 给力多美 EX。多发性腹泻的时候，吃一颗就有效，而且不需要水。哦，这个也不要水。在嘴巴里，在口中很容易溶解。哇，社长有在出差的时候拉肚子过吗？有时候会，就是我通常搭飞机吧，有时候那个飞机遭到乱流的时候，那个安全的标志一直灯亮，没有办法上厕所吧，这样子可以一直这样。而且这个药就有葡萄有味道，所以完全没有我讨厌的味道，而且里面含有可以抑制肠道异常收缩、杀菌肠内病菌的止泻成分。所以外出旅游、出差的时候就很适合携带这一种不用配水的止泻药。然后包装上有写不含让你想睡觉的成分。外出旅游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吃了就在路上睡着。好，那接下来换我介绍我的必备小物——衣物真空压缩袋。社长会带这个出门吗？会，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哦，我都会带2个，一个是比较贴身的衣物使用的，然后这个呢是，比如说像现在冬天呐，衣服都很厚嘛，毛衣或是围巾等等的，我就会放在这个大的里面。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方便，因为像我就会带很多弄头发的东西啊，或是保养品啊，有的没的带一大堆，所以呢，行李箱常常没有位置。而且因为我们搭飞机、国内线或是新干线，其实都不太方便带太大的行李，对不对？所以呢，通常我都是带20寸以下的登机箱，每1寸空间都变得非常宝贵。这种时候呢，就非常需要衣物真空压缩袋。那这2个呢，我都是在日本的百元商店买到的，所以其实一个含税大概110日币而已，非常的便宜又很好用。很推荐给大家。那大家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建议你们可以买这种用卷的方式就可以压，所以不用吸尘器。对，不用吸尘器，超方便。但是呢，一定要记得这个不要弄丢，就是它的那个夹链辅助带，只要有这个，任何大衣服都可以塞得下行李箱。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物品就是靴力ガセット。哇，社长真的很讲究哎，不止衬衫不能皱，鞋子也不能脏，竟然还会带这个清洁套组，太厉害了吧！其实我以前去出差的时候有带更周全、更厉害的，但是现在已经更simple薄一点。也有牙刷，然后毛巾而已。因为在日本很常穿西装嘛，那西装配皮鞋，皮鞋一定也要擦的。所以前一天跟客户喝酒喝到深夜的时候，隔天起床就发现那个皮鞋很脏脏的。那时候直接把它打开，然后擦一擦，用牙刷就可以了哦。可以。好酷哦，第一次知道。我觉得日本人真的很重视小细节，因为我以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要看一个人的整洁度够不够高，其实不只是要看他的发型啊，或是妆容，对，指甲或是衣服皱不皱，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的鞋子干不干净。没错，其实我常常确认你们员工的鞋子干不干净。我真的要反省，因为我鞋子都穿很脏。可以 ，OK。还可以吗？这双我新买的。哦，难怪那么漂亮，干净。所以你们要去客户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自己的鞋子干不干净。很重要哎，不只是发型、指甲，是的，连鞋子干不干净都要一 check 才可以去拜访客户。说到鞋子，我也很有共鸣。我出差的时候也会自己带一双鞋子，是什么呢？拖鞋子。对了，室内拖鞋。然后我选的这种呢是比较好携带的，因为它是这种软底的，它可以这样子折成小小的。那因为常常去一些商务旅馆啊，然后要共用拖鞋的话，我自己比较洁癖，会觉得有一点心里怪怪的，所以我自己都会带一双这种可以洗，然后可以重复使用的室内拖鞋。这样子不但是带自己的拖鞋可以穿得比较安心以外，也可以比较环保，因为这样就不用用重复再利用的那种拖鞋了。然后这个我觉得很棒的是，它除了底很软以外啊，它里面是这种布的材质，所以呢可以直接拿去洗，洗完晒一晒就干了，这样子就可以重复使用。再来就是因为你去旅馆的时候不确定地板到底是不是干净嘛，所以底部的部分我也是故意挑这种就是细胶底的，很好清洁，
穿上了之后呢，你用湿纸巾或是酒精擦，稍微擦一下就可以收回行李箱。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你通常搭新干线飞机的时候也会穿这个拖鞋吗？不会耶，我有发现日本人在新干线或是飞机上都很爱脱鞋子，可是台湾人比较不会。社长也会吗？会。真的哦？为什么？很简单，很不舒服吧？可是我都会担心，万一我脱下来脚很臭怎么办？大丈夫。不会吗？大丈夫。好，刚刚说到脚的话题呢，我有另外一个跟脚有关的我出差会带在行李箱里面，就是这个修足时间。这个应该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吧？这个商品。那出差的时候，社长应该也很有感触，就是我们都会走非常多的路。对。尤其是在日本，日本人真的太爱走路了。有拍摄的时候，一天走个2万步都很平常。很有同感。那这样子呢，回到旅馆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双脚肿到不行，然后又累又闷，这种时候就可以使用修足时间。修足时间，因为它贴起来冰冰凉凉的，所以呢贴在脚底上就非常的舒服。它有含薰衣草跟柑橘类，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清凉的香味。那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哇，这个很不错哎，下次分我一片。没问题，下次我直接给社长一整盒。いいですね。那除此之外呢，它的粘胶也是非常的温和，所以长时间使用下来也不会感到不舒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物品就是这个手机充电线，好可爱，这是社长的充电小包包吗 Lightning USB， 好多。但我觉得我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像我们出去也是要带很多器材啊，然后又有麦克风，又有相机，又有手机，又有笔电，又有 AirPods。有的时候旅馆啊只有一个插座，所以带这一种一次可以充很多条的，就非常的方便。那我自己呢是一定会带这个行动电源，这个我觉得也蛮方便的，因为它其实有插座，就直接装在行动电源上面，所以这个可以直接插头，然后同时呢，它还有附上 Type C 跟 Lightning 的线。所以你可以边充这个行动电源，边充你的手机或是电脑，我觉得真的超方便，就是很万用。光带这一个出门其实就 OK。然后它旁边也有这个可以接 USB 的 A 跟 Type C 的这个接口，所以同时又可以让你再另外接2条线。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蛮万用的。那台湾应该很多有在卖这个的，所以呢就不特别推荐大家品牌了，大家可以上网找自己喜欢的款式。顺带一提，这是我大学同学送我的生日礼物，谢谢大学同学，超级好用，我每次出差都一定会带。接下来介绍的物品就是这个。有一个问题想问咪咪桑，就是你请说，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在出差的有一天，白天突然想喝酒。社长，你要听实话还是谎话？对，那个时候可以使用这个物品。这是什么 ？Oh my god！ 看得出来吧？社长，你这个怎么用吧？太好笑。盖进去就随时随地可以喝啤酒啊！这招太聪明了，让人家以为你在喝可乐，结果喝的是啤酒。是。这个社长真的会拿出来用吗？有时候会。真的假的？另外一个是这个酒杯。そうでしょ。只是不管是 ANA 还是加入，国内线的商务舱可以喝清酒啊，可以。有时候或什么，他们的杯子没有那么专业吧，那个时候可以用自己带的酒杯。太厉害了，不愧是国际唎酒师哎，社长真的是很有讲究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在频道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行李箱旅游小物大公开。那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如果有你特别感兴趣的商品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如果你也有什么旅游必备的小物，比如说小被被啊、小枕头啊之类的，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你喜欢买日本药妆或电器吗？那一定要用我们的优惠券，不管是松本清、Big Camera、腾体喝得、多进屋，超多优惠券，让你免税又能再打折。现在就赶快到乐吃购日本下载吧！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然后开启
小铃铛哦。另外，我们现在也有继续你问我答的活动。那如果你对日本旅游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问我们。之后我们会再抽出几个问题，亲自拍影片回答你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期待你的留言。さよなら。